据这个安全部的还有国安委的人啊，每个人都说，这七哥我们干了一辈子国安，对待过去的法轮功，对待毛泽东的写毛泽东生活的李自绥，还有香港铜锣湾案件，包括湄公河所谓黑社会案件，还有当年日本绑架日本人换钓鱼台英雄的案件，都是我们经历的啊，包括那个当时被见上个间谍金无代，加一起七哥也没有你个零头。我们全国上下，我们这系统啥也不干，就是要把你整回来。哎，我今天别放了嘛，等哪天放放啊。其中有一个人是参与到盘古四合院，把我爹啊从四合院给撵出去的人，当时穿着警服去的啊。这个人把这个小视频发给我一段啊，他说：“七哥，你看看，我就在你那个四合院，我真的是看到他在那院里的时候，哎，我拿一段你们看看啊，我给你们吓唬吓唬你们啊。但是这个警察已经出来了，无所谓了啊，他已经出来了啊。他说我们去的时候，一开始是200多个警察和特警。”后来是上面一个命令，又去了100多个人，说到盘古把一个老爷子从家给他清出去，去那么多人干什么？所以说兄弟姐妹们，哎，这个战友现在他出来了，这个战友他出来了。当时我在我爹那块安的监控头，他是负责管这个的啊。为啥要去这么多人呢？他当时也不敢问啊。后来他们领导回去说，你知道把郭文贵他爹给从那个盘古给撵出去，把他家里人68套公寓给撵出去。他说我们动用了多少？我们动用了7000个警察，就是上我爹那块去了300多，上我那哥哥家、嫂子家、侄子家，这68套公寓给撵出去啊。他说要的就是让郭文贵心灵的崩溃，要的就是郭文贵的心理崩溃。大家记得那是什么时间吗？你们记得那是什么时间吗？当时他们获得情报，七哥救出了科学家，而且这些人已经跑了。更重要的事情，他知道我们掌握了孙立军、吴晓辉这些人的卷宗啊，这些卷宗现在是跟某国在合作啊，我们也在查吴晓辉啊，还有是吧肖建华的海外资产啊，还有叶简明是吧？当然包括马明哲了是吧？给你们放一段啊，这不是人拍的。这是拿生命鲜血换来的啊！当时所有抄家的时候，把这人撵到马路上的时候，最重要就说一句话啊，说你们给郭文贵打电话，让他停止现在的东西，把那些卷宗给销毁啊，停止和欧洲、美国合作，特别是欧洲议会啊。这帮孙子他知道我有啥本事伤害到他。当时说是中共啊，国家安全委员会受到最高领导的批示，必须阻止郭文贵把这事给干成，让郭文贵必须承诺，否则会让郭文贵痛苦 extremely painful 极端痛苦，让我 extremely painful 我的大爷来了。啊，是这个吧？对，没声音，这个没声音的，对，不用声音。记住了几月几号啊？看着啊，看着啊，还有一个啊，有人的，哎，这对，你看旁边
全是特警、警察、国安，这帮孙子哎！看看啊！等，太快了。对，看看啊！你去想想，你动我老爹啊，一个已经躺在病床上的人，你用得着去这么多人吗？啊，对，往前走。对，你看看，等我一下。这个时候，咱们的小塞文狗已经被打了2次以上了啊！小塞文被打了2次以上了啊！再来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兄弟姐妹们，你去，我在让你们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去想想啊，对付我老爹，对付我的家人，一天68个家庭被撵到马路上去啊！所以说，这个帕瑞斯·米肖这个报道出来以后，很多体制内的经历过这案情的人跟我说：“七哥，有多少战友知道你的付出呢？有多少战友真正的知道这个家为此的付出呢？”然后很多人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七哥啊，这个孟建柱、王岐山真舍得花钱呐。”这个给这个帕瑞斯·米肖7000万、8000万，你们记得报道当中了吗？人家当时怀疑他说：“你都被封了账了，你哪有这钱给我呀？啊，还给我20-30亿美元。”大家知道这钱哪来的吗？你们谁想过，兄弟姐妹们？啊？你知道我爹为啥过世我难过呀？他养活了这8个儿子。老八因为对抗共产党啊，被他们给枪杀，然后我又给他把他给扔在马路上，而且他眼见连他的狗都不放过，他被扔在了大冬天，扔在马路上，而且他看到他的子孙儿子被扔在马路上，是吧？更重要的事情，我没有给他养老送终，你说我能不难过吗？共产党非常清楚，把我爹扔在马路上会我带来什么，他就是要挑战我的心理。